有没有感到过迷茫，不知道自己真正热爱什么？甚至你是否怀疑自己天性淡漠，没有热爱的事物？ Hello， 大家好 ，My name is May。我最近刚从 Goldsmiths MFA Fine Art 项毕业。在我来英国学艺术之前，我是以海关官员的身份工作了10几年。我的人生中出现这样大的转折，从在海关工作到一名创作者，那当然是跟我找到了我自己内心真正热爱的事物有关。今天我就想结合我自己的故事来跟大家聊一聊，怎样找到你真正热爱的东西，以及怎么判断这个事情是不是你发自内心真正想要做的事情。我21岁本科毕业就考上了一个公务员的职位，上岸后就脱离了多年的应试教育对我的剥削，终于有时间有心情做我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。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打游戏、看小说、打网球、练瑜伽、游泳，还玩过皮具，就做了很多觉得自己有兴趣的事情。但是好像开心都只是一时的，就是还是觉得内心深处好像缺少什么东西。一直到我32岁那一年，对，才终于发现画画是我的本命爱好。然后从那一年开始，我觉得我的人生就开始彻底不同了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是开车上下班，每天早上我早起1个小时，避开早高峰，到办公室里面就画速写。上班开会的时候我就悄悄画同事，下了班周末的时候就跟一些伙伴到深圳的街头写生。有假期的时候，我一般也是安排可以写生的旅行。我还记得在那个去亚当的时候，在海拔4500-600米的牛奶海，就好多人还在吸氧呢。我掏出了我的速写本，在那个牛奶海旁边画了一张写生，对，一张速写。就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，每一天睁开眼睛就是，哇，新的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。然后基本每天晚上都是在一种充实满足的状态中睡去。看今天的太阳，特别灿烂阳光，心情出太阳的时候心情就会不一样了。乔布斯说他很幸运，很年轻的时候就找到他自己的热爱。可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么幸运，像我是花了11年的时间才找到。如果你已经上路开始寻找你的心灵归宿，那我想跟你分享几个简单但有效的办法。一个是向外探索，多多尝试，可以从过往的人生中寻找尝试的线索，比如回忆那些曾让你感到特别满足的瞬间，或者列出你曾经听过的想尝试的事情，一个一个去试。我在小红书看到一个博主列出了他的试错清单，为了寻找热爱，他试过小说作者、家居博主、青旅义工、产品经理、网站运营、品牌策划等等工作。渐渐的，他发现自己真正热爱的是文字创作。现在呢，他成为了一名自由撰稿人。他总结说，热爱呢，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是在你与世界不断交互的过程中浮现的。我自己也很认可这个说法。他也从一个总是上班摸鱼、业绩吊车尾的员工，变成了很多大公众号的自由撰稿人，拥有大批粉丝。第二招呢是向内探索，认识自己。
你现在的迷茫和面对的障碍，其实都源于对自我认识的不清晰。为了找到热爱，你可以多留意自己的情绪变化。任何让你感到满足、惬意、有成就感的事情，哪怕再微小的快乐，也都全部都记录下来。时间久了，你可以读出这些正向的情绪波动背后蕴藏的是什么。看相关的书籍、写日记、与朋友交流等方式，也可以帮助你更深入地认识自己。我也是向内探索才认识到自己的本命爱好的。我的办法是断舍离。大概在30岁左右，我接触了极简的内容，开始断舍离。就是在物质上摒弃了很多不需要的东西以后，思想上也会很清晰什么是不重要的。其实我从小就喜欢画画，但是我成长于一个比较保守的家庭，在很长时间里，我一直被灌输一种学艺术无用的思想。断舍离呢，就好像给自己松绑，很多禁锢自己的念头像剥洋葱皮一样一层一层的去掉，那核心的重要的东西才会显露出来。我知道很多人都是通过极简认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热爱的，你要不要也尝试一下？朦朦胧胧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以后，我觉得可以问问自己这么几个问题。首先问问自己，你是喜欢这件事的过程，还是只想要它的结果？比如健身这件事情，如果不需要在健身房挥汗如雨，上帝现身让你直接拥有完美身材，那你还想要去健身房吗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你可能更喜欢的是健美的身材，而不是健身这件事本身。热爱的事情是那个即使什么结果都没有，你仍然乐在其中的事情。再来可以思考，你喜欢的这件事情能否进一步的细化。例如，我有一个朋友说他想开一家咖啡馆，但深入聊过以后，我们发现他真正感兴趣的其实是咖啡豆的研究和烘焙工艺，但是对于咖啡馆的日常管理，他感到十分焦虑。也许对于他来说，成为一个分享咖啡知识的博主会更适合，而不是自己经营咖啡馆。通过细化兴趣，你可以更精准地定位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部分。最后还有一个终极问题，假如你时日无多，你真正想要做的是什么？这往往是我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答案。前几天我看了一个谈话节目，提到一位人大的哲学教授已经到了癌症晚期的阶段，每天吃大麻止痛片，仍然坚持去给学生讲课，和患病前没有两样。在我找到自己的热爱前，我可能会觉得这个教授很伟大，有奉献精神。现在我明白，他一定度过了幸福的一生，因为他一辈子都全然投入到所爱之中，在人生的最后阶段，也没有别的事情能代替这件事在他心中的地位。听到这里，你是否内心有所触动，想要踏上这条探索的旅程？寻找热爱不在于速度，而在于深度。慢慢来，热爱的本质是看见自己，按照自己的心意全然投入的生活方式。寻找的过程中，你已经在一步步接近那个最真实的自己。寻找热爱这件事本身就能滋养你的精神。你可能会遇到挫折，甚至会怀疑自己，但请记得，真正的失败不是跌
跌倒，而是从未开始。我们早一日犯错，就早一日清楚心里的回答。人生重在体验，你别再犹豫了，今天就开始行动吧，去发现，去体验，你的热爱正在等着你的召唤。谢谢观看。如果你看到这里，那这一期关于恐惧与热爱的话题，你可能也会有兴趣。我们下期见。